方律师，哎，方律师，快跟上，方律师，方律师，方律师，说两句。方律师，您这次的竞争对手可是国内最大的出版集团三和出版社，您认为您这次能打赢吗？对啊，方律师，对啊，三和出版社在知识产权的诉讼中可是从无败绩，您真的有信心吗？诸位，在我方圆眼里，在法律面前只有对错，没有大小。三和集团恶意将我当事人陈述的作品《红颜为尊》据为己有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所以我怎么没有信心？那么方律师，方律师，那么接过一下。方律师，谢谢你啊，方律师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帮您打赢官司是我作为律师的职责。不过，你那个小说里也有个角色叫做方圆，这个戏是个小配角。等帮你拿回版权，你可得给我加点戏。好吧，等我拿回版权，我第一个把你写成男主。主角就不用了。子信。方律师，方律师，方律师，你别走，快叫救护车！方律师，你快醒醒！方律师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我不是被车撞死了吗？儿子，桂枝来接你来了。桂枝，刘桂枝，对呀，女娶男嫁，女尊男卑，封建的婚姻为尊的女尊世界，也真的成了你们的方圆了。对啊，儿子，桂枝可是3日前就下了聘礼，约好了今日上门来接你，你赶紧跟着桂枝走吧。按《红颜为尊》书里的剧情，这方圆嫁到刘家后，因为相貌不错，时常被刘桂枝的母亲骚扰，而且在刘家不仅要一个人干刘家一家人的活，又要伺候一家人吃喝拉撒，还时常被刘桂枝的父亲打骂，不久就虚脱而死，埋的时候都没人要了。这我要是过去了，这张死嘴，没事提什么假戏啊？夫郎，妻主来接你了，快跟妻主走吧。带走。等等，等等，我有话要说。说什么说？等回家了，动了房了，再慢慢说不迟吗？是啊，儿子，等你嫁到了刘家，想怎么说就怎么说。现在的大家都等着你呢。娘，你知不知道，我如果嫁过去会死的？我不嫁。胡闹！这聘礼我都收了，岂是你说不嫁就不嫁的？那聘礼收了，都还回去不就得了？还回去？这聘礼都收了，岂有还回去的道理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姐还等着这聘礼上学呢。今天你嫁也得嫁，不嫁也得嫁。不行，真过去了，就真的进去了，就再也出不来了。说什么也不能去。刘小姐，您听我说，咱这样，只要你答应了退婚，我的彩礼我双倍退给你。双倍？就你们家这穷样子，拿什么还我双倍？这样吧，我也不为难你，只要你能拿出3倍彩礼，我就同意退婚。一言为定。刘小姐，你身为一个大女子，应该不会出尔反尔吧？我告诉你，你的户籍可在我手上，别想耍什么花招。走。你个小畜生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你个逆子！这姑娘穿着华贵，
举止从容，样貌也与书中描写的一样，应该就是他，红颜为尊书中这苍兰谢令钟离的女儿钟情，想逃离方家和刘家，得至少先把自己的户籍拿到手。但我现在这个身份，根本不可能接触到钟离，只能从钟情入手。天色不早了，管他是不是，赌他一把。人鬼殊途情难断，兰若寺中孽缘生。书生无意闯幽径，却道红尘胜幽冥。这男人要干什么啊？看样子是要说书。说书？这男子说书可是头一遭见，今日也算赶巧了，可得好好见识见识。走。这男子在外抛头露面，成何体统？不过这小郎君模样倒是俊俏。你如此说，也不怕你家那位找你麻烦？怕什么？他一个整日在家洗衣做饭的黄脸公，离了我还能活不成？话说，这前朝年间，金华城外有一座兰若寺，这寺白日里阴风惨惨，入夜更是鬼火盈盈，方圆百里，无一人敢靠近。刚好有一个穷书生，名叫聂小倩，他入京赶考，路过此处，可是天色已晚，只能硬着头皮推开寺门。这么大个书寺，竟然找不出一本我爱看的书。但见寺里蛛网密布，佛龛倾倒。忽然听见了后院传来一男子歌声，如泣如诉啊！十里平湖霜满天，寸寸青丝愁华颜。这聂小倩闻声望去，见一白衣男子貌若天仙，正对镜梳妆。各位看官，你们说这男子是人还是鬼？我看是人啊，是人吧？衣着不凡，喜爱志怪，样貌对得上，果然是他。刚刚咱们说到了，这聂小倩遇到了一白衣男子，名叫宁采臣，二人月下对谈，渐生情愫。可是这宁采臣心里苦啊，他本是一冤魂，受千山树妖、黑山老妖的胁迫，专诱女子供其吸食精血呀！若是他今天不害了这聂小倩，明日他必遭毒手啊！哎呦，这闪开，闪开，闪开！方圆，这太阳都快下山了，你这3倍聘礼呢？就这么点钱，连我给你们家的聘礼本金都不够，更别说3倍。哎，刘小姐，你再给我几天时间，让我把这本书说完，到时候我连本带利一起还给你。不行，说好了今天就今天，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，你自己不好好珍惜，你还是乖乖跟我一起回去吧。大家也都看到了，这倩男幽魂说不成了。哼，还不是要乖乖跟我回去？一个大男人抛头露面，等回去了，我好好教教你什么是夫为妻纲。等等，你们放了他，我给你钱。钟小姐，这故事您要是喜欢听呢，日后我让他天天讲给你听，怎么样？我说你们放了他，我给你钱。是。哎，多谢钟小姐出手相救啊！谢谢不用了，你快跟我说，聂小倩后来怎么样了？想听啊？坐。哎，
大人，你在看什么？一个有趣的人。什么事？陛下有旨，荣国使团已经启程归国，让沿途内卫严加监视，以防生变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去哪了？娘。去哪了？娘。听下人说，今日你又去了离亭书寺。娘，今天功课怎么样？你平日里去书寺也就罢了，今日你当肩称谓，不得不教。自明日起，禁足3日。娘，是他们欺负人，我才管的，而且我也没拿身份压人，我给了钱的。这苍兰县还有谁不知道你是我女儿？这个钱，他们敢不收吗？我要是不出手的话，我的前男友我怎么办？等你明年春闱中举，你便是夜不归宿，我也不拦你。爹，你娘说的有理。娘，我求您了，我保证从今以后我一定好好学习，争取早日中举。当真？绝无戏言。好，我若是再从先生口中听到你的半句不是，那你日后便不要再出门。这次聂小倩终身未娶，每逢雨落，她便坐在兰若寺的残垣里喃喃道：“彩晨，是你回来了吗？这正是幽冥易渡情难渡，人间长恨水长痴啊！”方郎君，真宁彩晨当真再也无法回来了吗？该死的黑山老妖！等老娘走镖路过金华，定要进山与他较量一番。各位，虽然这倩男幽魂的故事到此就告一段落，但是大家不要灰心，明日我还会放上大作。散了吧，散了吧，明天见啊！哎，钟小姐，请留步。你叫我啊？这城里还有第二个钟小姐吗？小郎君有何事？钟小姐，你觉得这倩男幽魂的故事怎么样？自然是极好。那如果把它编撰成册售卖出去，可有利可言？自然。你想将倩男幽魂铸成书册？当然。不过我的情况你也知道，如果钟小姐能给予帮助的话，将来这个书籍卖出去的所有收益，我都跟你5分账。你想让我怎么帮你？我娘是不会给你开后门的。哎呀，钟小姐，你想多了，我只需要你给我提供点笔墨，让我把这个故事写完就行。你会写字？读过书吗？当然。不对，原生的方圆并没有读过书啊。当然没有啊，我只是偷看过一些书籍，自学的。我不缺钱，对你的分账也不感兴趣，而且我母亲也不会允许我参与商贾之事。不过，如果你要想让我帮你的话，也不是不可以。钟小姐请讲。为官一方，当如何教化民众？钟小姐，这是科举之意，你问我，我哪知啊？那我也是实在没办法嘛。我跟我娘承诺了，若是这次课业再得不到老师的满意，我就要被禁足了。什么？那岂不是？但是要像以前那样回答，先生定然不满。可我又实在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。现在整个苍兰县，所有人都被我母亲震慑，他们都不肯帮我，我只能来问你。我现在唯一能搭上的人脉就是他，绝对不能让他进足。
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这样行吗？这可是口上人的原话，怎么可能不行呢？哎，钟小姐，放心吧。好，我信你。你放心，你要的东西我会给你送来的。哎，多谢钟小姐。嘿嘿。啊，慢走啊。以往的课业每次都需要很长一段，这次就10个字，真的可以吗？荒唐！当今圣上三令五申，要与民教化，你却写出如此专横的言论，我定要将此事禀明钟大人。不行，不能告诉我娘。好了，此事不容商议，你先回去吧。先生，出去！希望娘不会深究吧。这位郎君可有心仪的书籍啊？你们这儿收书吗？收。郎君运气不错，我们东家刚好在，我这就去通知东家。郎君稍坐。稍坐。若不是我看过这些书，提前知晓，还真看不出来这里竟然是内卫的据点。便是郎君要出书，这位就是内卫统领上官离。果然，光看外表完全看不出来，跟内卫有什么关系啊？正是。倩男幽魂，想必郎君就是前几日街边说书的说书人吧？你听说过我的故事啊？不知道东家认为它价值几何啊？这几日倩男幽魂可是异常火爆，连林香都在传先生借名揽客，自然是价值非凡。那东家是否愿意将它出版成书？我必有重谢。听闻方郎君近日还说了一段《牡丹亭》，可有意出书啊？当然，不止《牡丹亭》，我还有很多书呢。如果和东家合作愉快的话，日后我所有的书都给黎庭书色。郎君如此有才，我自然愿与郎君合作，就是不知这郎君想怎样合作？听闻东家的黎庭书肆开遍天下各地，这样，我每个月给你出一本书，保质保量。你嘛，就负责将我的书推销到天下各地，收益嘛，我们5分。传遍天下，看来郎君所图不小。难道东家你不想多赚点钱吗？郎君如此有才，我心动不已。不如以后郎君跟了我，这以后的收益啊，都归你，如何？书里没说上官离是个贪色者。你这什么毛病？一说话就转圈。我告诉你，我只卖艺不卖身，你想都别想。既然郎君不愿，那我自然不会强人所难，那就按郎君所说，55分成。东家，我们以往为人出书，就连女作者都是3期的。无妨，郎君如此有才，有一些特权也是应该的。
如果东家没别的什么事的话，那我就先走了。郎君自便。我自便。让人盯着。是。大人，陛下已经乔装前来苍南县，预计比使团还要提前2天。我们要不要准备些什么？准备什么？陛下既然乔装，我们再做些什么？岂不是此地无银300两？一些照旧即可。是。这些天说书也赚了点钱，终于不用再露宿街头了。不过这一直住客栈也不是个办法，还是得买套房。唉，我是在现代开豪车住别墅的金牌律师，没想到回到这古代还是得住这破客栈，切，说出去都让人笑。唉，算了，不想那么多了，还是把这个牡丹亭写了吧。你就是方圆。我是啊，你们这是带走。哎，不是，我干什么了？你凭什么抓我啊？我写的正经书。大人，方圆带到。女人盯着犯了什么不检点的事？大胆人犯，见到县尊为何不跪？上辈子打半辈子官司，这是又回来了啊！草民方圆，拜见大人。方圆，你可知本官何故选你前来？莫非是草民在街上说书，吸引了钟小姐的注意，影响了她的学业？本官还没有那么昏聩，不会公报私仇。那我不知道了。装疯卖傻！啊，大人，这是谁啊？我举报，公堂之上，大人还没有说话，你在这大声喧哗。大人，他这算不算是扰乱公堂？还请大人严惩，惩死他。你果然是男子，就是上不得台面。方圆，这位是苍兰县学的朱先生，也是此次状告你的原告。哦，原来是朱先生当面啊！不知朱先生为何要告我呀？难道是因为你的学生都来听我说书，你心生妒忌，所以恶意诬陷我？胡言乱语！我岂是那种阴险善妒之人？我状告是因为你居心不良，忤逆圣意，教唆我县学学生。我忤逆圣意？你向我县学学子灌输反动言论，蛊惑人心，你不是忤逆圣意是什么？好，那你说说我怎么忤逆圣意了？放心，我一定让你死个明白。给他看。这上面的字可是你所写？是啊，咋的了？陛下多次下旨为官一方，要教化百姓，你却教唆我县学学子实施愚民之策，你还敢说你不是居心不良？你说这是愚民之策？你读书读傻了吧？你粗鄙！你身为男子，不守难德，在外面抛头露面说书也就罢了，竟然敢在公堂之上说出如此粗鄙之语，你简直……我不偷不抢不骗，靠自己的实力吃饭，怎么就不守难得了？你这么暴躁，有失大师风范。你好了，都给本官住嘴！朱敏，你既为原告，便由你来举证。这方圆是如何教唆学生忤逆圣意的？是。县尊大人，各位百姓，大家看，这书卷上写着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”，那意思就是百姓只能驱使，不可让其明白道理。什么？他居然说出这种话！朱先生告得好，支持朱先生，严惩方圆。大人，方圆借由说书之名吸引我县学学生，又教唆学生如此答题。若非我及时发现，科举时学生们如此作答，岂不是和朝廷与圣上背道而驰？方圆，你有何话可说？
无话可说。县尊大人，方圆已经认罪，恳请大人严惩。来人！哎，等等，怎么，你想当堂翻供不成？今日县尊大人在此，还有诸位百姓，任你巧舌如簧，也休想逃脱责罚。方圆，你既已认罪，便休要多言。来人，把他拿下！哎，大人，我什么时候认罪了？这书吏还在这儿呢。我什么时候提到认罪二字了？大胆，竟敢在大人面前巧言令色、强词夺理！刚才大家明明都听见了，你说你自己无话可说。无话可说就等于认罪了？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太蠢，我懒得跟你废话？你什么你？肃静！公堂之上，岂容你二人喧哗吵闹？若再如此，休怪本官无情。不对呀，他理解错这句话，也不至于这么恨我吧？大人，这位朱先生状告我居心不良，我看他才是居心不良。这么多学生用的都是我的答案，如果我被定罪，那就成了他们的污点，以后他进入朝堂，肯定会被人诬陷，被人整，往死里整。好了，本官就再给你一次解释的机会，若是你解释不清楚，一并重罚。大人，朱先生莫要心急，若是他解释不清，本官自会严惩。是。书吏大人，可否借我支笔啊？给他。大人，各位乡亲，这位朱先生说我这几个字是愚民之策，实则完全相反。他呀，根本没有读懂他的意思，所以把他的寓意理解的完全相反。现在我就给大家看看这个原本的意思。县尊大人，各位乡亲们，这才是这句话真正的读法。宁可使油吃，不可使汁吃。没错，这句话的意思是，百姓如果认可，我们就引导他行动；如果百姓不认可，我们就教化他，使他明白这个道理。此言正合圣人之道，根本不是他说的愚人之策。若是这样去读，倒的确与你所说的含义一致。大人，他这完全就是强词夺理。他写出这等句子，分明就是包藏祸心。若没被发现，他就达成了目的；若被人发现，就用这种剧读方式混淆视听，更说明了他早就有预谋。啊，朱先生，你身为县学先生，带着你的学生们公然污蔑我。之前我敬你是一个教书育人的人，所以不愿追究。没想到你竟然穷追不舍，想置我于死地。胡说八道！分明是你居心叵测，现在还想倒打一耙。肃静！公堂之上不得吵闹。方圆，你既然已经给出了合理的解释，那此事便不再追究。退堂。大人。哎，大人，既然我无罪的话，那我要告他，他诬陷诽谤我，毁我清白。干什么？你别乱来。哎，你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你要反告朱敏？啊，没错。大人，这位朱先生公然诬陷我，使得这些百姓都毁了我的清白，所以我想让他当众给我道歉，并且赔偿损失，这没毛病吧？做梦！让我给你赔礼道歉？怎么，你不想道歉啊？县尊大人，按照律法，诬告者犯罪，他身为县学先生，知法犯法，罪加一等，所以我请大人严惩朱敏，以儆效尤。胡说八道！你的所作所为，在场的人都看到了，怎么，我胡说八道？方圆，
朱先生这次虽然误会了你，但原本是因为你的句子有所歧义导致，并非有意为之。况且朱先生身担县学教学之任，不便惩处，不如就按你刚才所言，道歉加赔偿如何？大人，那如果朱先生不愿意道歉赔偿，朱先生，你想如何？大人，我道歉。方郎君，今日之事多有得罪，抱歉。好了，既然你双方已达成和解，那此事便到此为止。朱先生，你尽快带着你的学生回县学吧。是。退堂。这什么意思？方郎君，请留步。不知县尊大人还有何吩咐？方圆，你在剧读时用的这些符号是从何处学来的？我知道以前古代没有标点符号，那看来这个女尊世界也没有标点符号。啊，这个是我自己创造的。我看你在这句话中用了2种不同的符号，这2种符号可有什么差别？再借我张纸。大人，你看啊，这个圆圈叫句号，它能代表这句话结束了。这个叫疑问号，就是代表这句话有疑问。这个叫感叹号，证明他惊讶。大人，基本就是这些啊。你的这些符号方便准确，可谓是造福了天下万千的读书人。万万没想到，这天下读书人这么多，不如你一个男子。方圆，本官欲将此法上交朝廷，不知你可愿意？你放心，本官会在奏折中禀明，这都是你的功绩。谢谢县尊大人。不过草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。可是关于你的户籍之事。不错。方圆，你贡献标点的功绩那是公事，你的赏赐朝廷自有度量，而户籍那是私事，本官不便插手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没有别的事需要麻烦大人了。你倒是比许多女子更加聪慧。我虽然不能直接解决你的户籍，不过你放心，那刘家之人不敢再对你动手。这个钟离一向原则性极强，是个好官。看来想解决户籍的问题，还得另外想办法。多谢钟大人。从此以后，牡丹亭外春如旧，梅子黄时雨未休。谁见画中人独立，一生痴绝是风流。诸位小姐，咱这个牡丹亭呢，到此就告一段落了。没听尽兴也不要着急，这个牡丹亭啊，还有《倩男幽魂》，到时候都会在黎庭书肆出版发行的，到时候大家就可以去自行购买了。行，那我去。改天再来啊！记得去买啊，别忘了。方郎君，这几位是我的同窗，都想跟你认识一下。方圆。哟，想不到方郎君不仅才学了得，这书法也如此精妙，真让人意外啊！方郎君，你一介男子又没读过书，编这些引人入胜的故事，尚可说是天赋异禀。难道这字也是自学成才？有何不可吗？当然没有，只是这样的话，我就对方郎君更感兴趣了。哼，这可是咱们钟小姐先看上的人，你还敢动歪心思啊？各位小姐，若有其他事的话，我收摊了。哎呀，方郎君何必惊慌，我们又不会吃了你。就是啊，方郎君，你书说的这么好，却只能坐在客栈里面，不如跟我回家，以后专门说给我一人听，如何？
哎，方郎君，你看你在这说书也挣不了几个钱，不如跟了我们，保你衣食无忧。我去，这女尊世界里的女人也太奔放了吧！喂，你们想干什么？我是来带你们听书的，你们别想打他主意。哎呀，我们就是跟方郎君开个玩笑罢了。钟情，你何必那么激动呢？你们想认识的人也认识了，赶紧走吧，走吧。哎呀，走吧。哎呀，钟情。哎呀，这几个女人一看就贼心不死，不行，我得赶紧解决这户籍问题，逃离苍兰县。那位统领上官离参见陛下。爱卿平身。这苍兰县情况如何？这苍兰县令忠义，清正廉明，能力不凡，值得信赖。可这苍兰县地处偏僻，民情复杂，容易生变。陛下虽是微服至此，但以防万一，还是深居简出为好。就这些吗？还请陛下示下。今日朕收到了2份关于苍兰县的奏章，一份来自李牧，是告状；另一份来自忠义，是请功。而这2份奏章说的都是同一个人，这让朕很是好奇。陛下说的是方圆吗？你知道？陛下有所不知，您桌上这本《牡丹亭》正是方圆所作。这写出《牡丹亭》的人竟然是男子，还是自学成才。朕有机会倒是真想见识见识。陛下若是想召见他，臣立刻让他前来。不必，当前以保证使团安稳过境为宜。是。按照时间线来推算，这个时候应该是荣国使团在苍兰县污蔑虞国，引发2国大战。能不能在这件事上找找机会？你就是方圆啊，我不是方圆，你们认错了啊！你不是方圆，我不是啊！他都说他不是方圆了，你干什么？你是不是傻？他说不是就不是啊！你看看这番，再看他这身打扮，咱们苍兰县有男人这身装扮吗？这上面写的什么？牡丹亭。哎呦，他竟然敢骗我！哎，想打后边有的是时间。这人多眼杂，先带走。带走。去。别白费力气了，挣脱不开的，死了这条心。你们是谁啊？方圆，方圆，伙计，啊，这房间人呢？还没回来呢。没回来。是啊，说来也稀奇，方王君住进来以后，每天都是按时回来，今日已经过了1个时辰，还没回来，实在是奇怪。你小子敢骗本少爷啊？说你不是方圆啊？我看几位穿着华贵，想必也是富贵人家的啊。那我记得我也不认识你们呀，更不可能得罪你们。你们保我干嘛？
我告诉你，你不仅得罪了我们，还得罪得很厉害。难道几位是做书肆生意的？怎么可能啊！书肆那种挣不了几个钱的小买卖，我们周家才看不上呢。那总不能是催更吧？催更？什么是催更啊？你跟他费那话干嘛？方圆，我们把你找来，就是要警告你，从今天开始离开苍兰县。没错，离开苍兰县。哎，哥几个有路子吗？啊？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实不相瞒啊，我早就想离开这苍兰县了，只可惜我的户籍在方家村呢。哎，你们可有办法帮我脱离那个户籍？你真的自己想离开苍兰县啊？当然啊！只要几位大哥能帮我解决户籍问题，我立马卷铺盖走人。哎，不知道是哪位大哥能帮我解决？哎，日后我必登门拜谢。哎，是你吗？哎，胡来，你姐是书吏，这事能办吗？不行，书吏管不了户籍这事儿。也对。哎，周周妹儿，你娘是户曹参军，你让她行个方便。不成，我娘说过，户籍事关重的，没有县官大人的首肯，就是没法方便。艰难，是你兄，我娘是掌管牢房，更不可能管得了户籍的事啊。啥也不是。哎呀，这闹了半天，几位大哥连这点小事都办不了啊！宋女兄，这么说没办法让他离开苍兰县了。既然这样，那你就待在苍兰县吧。不过我警告你，让你待在苍兰县，那是我们几个大发慈悲。若是你再敢接近几位小姐，勾引她们，小心我们不择手段。几位小姐，少给我装疯卖傻！近日来有几位小姐经常到你的书摊听书，是不是？你们说的是赵家、王家那几位小姐吧？哎，他们听书不是很正常吗？他们啊，只是我众多听众的一份子，有问题吗？你要是正常说书也就罢了，可他们听完你说书后，那回家都向我们提出了退婚。就是，他们每天都来你这听书，虽然他们之前也总听说，但从来不会像今日这般。若不是你蓄意勾引，他们又只会这样。我算是听明白了，这几位大哥啊，就是那几位小姐的家世吧？对，所以我告诉你，想抱着他们，你想都别想。哦，闹了半天，你们担心的就是这个。你们放心吧，我绝对不会勾搭他们任何一个人的。而且，我想达成的目的也不需要他们帮忙啊，我自己就可以啊。吹牛！哎，那你如何解释我日夜摆摊说书，风吹日晒的？我如果想勾搭他们，我何必遭那个罪呢？你当我不知道？这都是你欲擒故纵的手段。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勾引那几位小姐，那你说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？说。这几个人虽然能力一般，但家里代表的势力可是都不小。如果能将他们全部带动起来，也是一股不小的力量。我的目的不只是逃离方家村的户籍问题啊，还有我要解放所有男性，让男性不用每日待在家里相妻教女，男人也可以读书识字，参加科举，也可以自由自在的走在大街上，潇潇洒洒。就你还想参加科举？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我当然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了，不过我要做的不是自己参加科举，而是让世界上所有人，无论男女，都能参加科举。一个连户籍都拿不回来的人，还想让全天下的男人参加科举？你这简直大言不惭！就是，兄弟们，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只要我想做的事，就没有办不成的。你真的让我们也像女人一样读书？
科举？当然。这样，你们先给我解开呗，我慢慢跟你们说。等会儿，哎，你看你们这么多人呢，那外面要是荒郊野岭的，我能跑了不成？哎，你不解开我怎么说嘛？他说的也是啊，你先给他解开，然后听听他怎么说。兄弟们，你们不觉得这个世界很奇怪吗？我们男人为什么要一直听女人的？女人能做的事，我们男人一样能做呀，对不对？可是自古以来都是如此。嘿，自古以来就是对的吗？凭什么女人可以抛头露面，为官从商，我们男人就必须得在家里相妻教女啊？我们男人一样可以出门在外，科举从商，自己养活自己，不受制于任何人。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？权力都是奋斗出来的，我们得先干，只要干得出成绩，那些人就说不了什么。那到时候我们也能像女子一样出门寻欢作乐。哎，这小瞅你那点出息，还寻欢作乐？我们要做的是反过来把他们比下去，证明咱们自己不比他们差。对，把这娘们踩在脚底下，让他们知道男人也不是好欺负的。对，把他们踩在脚下。哎，踩在脚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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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要把谁踩在脚下？你要把谁踩在脚下？方圆，你没事吧？多谢钟小姐关心。方圆，他们是不是威胁你了？你放心，有我们在，他们不敢把你怎么样的。他们没威胁我，他们只是邀请我过来游玩的。对，游玩。游玩？这荒郊野外的，绑着绳子游玩？你们来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哎，钟小姐，我都没什么事儿，你就别为难他们了。好吧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不追究了。你们几个，好自为之。是，好自为之。走吧，青姐，等等，你还有什么事吗？你们难道没听到他们在里面说了些什么吗？说什么了？周昭妹，你想把我踩在脚下？他说的。哎，他说的。哎，我什么时候说要把他们踩在脚下了？我刚刚明明说的就是他说的，我们都可以作证，就是他说的。他说书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把你们女人踩在脚下啊！对，我们都听他说的。啊，行啊，就算是我说的，怎么了？你们都听到了，是他自己说的，他都承认了，跟我们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！周昭妹，你这么激动干什么？就算方圆说了又怎么样？他至少敢说敢做，不像你敢说不敢认。我们走。走。怎么来的这么快？钟小姐，钟大人这是要高升啊！要是高升就好了。听我娘说，这次的事情若是处理不好，轻则罢官，重则丢命。这么严重？发生什么事啊？荣国使团要从苍兰县回荣国，陛下有旨，必须要将荣国使团安全无误地送回荣国，并且不能让使团成员有任何不满，否则从重处理。这么可靠？跟你一个小男人说这些干嘛？说了你也不懂。我们男人怎么了？我们有手有脚有鼻子有眼的，照着你们差什么啊？你知不知道荣国使团来干什么？你怎么知道？我，史书不都这么写吗？你还看过史书啊？哎，看过一点。我虽然没有看过史书，但我看过你们的小说呀。荣国与虞国交战已久，
这次荣国使团过来出使，就是为了与我国和谈的。和谈不是好事吗？我们两国来说自然是好事，可是我国与荣国谈和了，其他国家就会人人自危啊。哦，所以他们会破坏两国和平。那么使团就是他们最好的下手对象。哎呀，一旦荣国使团死在了虞国境内，那两国就不可能和平了呀。不错呀，苍兰县与荣国接壤，过了苍兰县就到了荣国，他们再想出手就没了机会，所以他们极大可能在苍兰县行动。是这样，所以我母亲可能会戒严，这几日你就别出摊了，就在客栈安心写作吧。哦，好。方郎君来了，可是新作已成，快请坐。来人，给方郎君看茶。东家，这个是新作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手稿。方郎君的文采一如既往的让人放心，只是这交稿的时间还没到，郎君怎么提前交稿了呀？我这就是写出《牡丹亭》的郎君。正是。东家，这位小姐是？东家，这位小姐是？这位是我的京中好友，自从看了郎君你出的书之后啊，非要来苍兰县，说是要看第一手的文稿。哎呦，多谢这位小姐的喜欢，在下实在是受宠若惊。不知小姐名贵姓啊？免贵姓孟，孟青。孟青？怎么感觉这个名字有些熟悉？啊，孟小姐好。方郎君不必多礼。那二位小姐若无他事的话，在下就先告退了。郎君自便。嘿，二位小姐，近期苍兰县可不太太平，你们要是出门，一定要多多留意。郎君何出此言呢？荣国使团近期要从苍兰县过境，这荣国和虞国的恩怨已久，保不准他会在苍兰县挑起事端，惹是生非。若要卷入其中，恐难脱身呐。多谢方郎君提醒，我们会注意的。不客气啊。没想到他竟然是个好心人，只是不知道这是他自己想的，还是有人已经提醒过他。近几日那方圆与县令之女钟情走得颇近，想必是钟情提醒的。上官，你觉得这几本书如何？文采斐然，情感细腻，俱是上乘佳作。的确，书是好书，但你没觉得有些怪吗？怪？陛下的意思是，这方圆从未读过书，却能写出如此词句。你身为内卫统领，应该明白，这世界千奇百怪，总有些人天生异于常人，怪不在此处。那陛下的意思是，这些故事的内容原本应该是男女对调的。男女对调？不错，这几日我反复看了这几本书，却始终觉得有些怪。直到我尝试将书中的男女对调，瞬间这种感觉便消失了。陛下的意思是，原本的《倩男幽魂》中，宁采臣是书生，聂小倩是女鬼。或许这本书的名字本该叫《倩女幽魂》。在《牡丹亭》中，这种感觉更深。梁山伯与祝英台应该也是如此。
他应该很早就有了这个完整的故事，但在当街说书那天，为了迎合看客，临时改动，所以才留下了这些破绽。陛下慧眼，臣从未发觉，可臣早就派内卫调查过他，他从未与可疑之人接触过，而且他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？既然他讲出来的时候将男女对调回来，又为什么要创造一个男女颠倒的世界？这一点，朕也不得而知。继续听着，他身上肯定还有别的目的。是。孟青，孟青，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名字这么耳熟又想不起来？难道是我之前有个当事人也叫这个名字？算了，不想那么多了。荣国使团，书上说荣国使团会自导自演一出戏，然后找借口攻打虞国，钟家人也受到了牵连。如果说我帮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，那我的户籍就不是问题，而且还能提高知名度和影响力。来了来了，快！啊，怎么是你们啊？怎么是你们啊？你们要干嘛？儿子，听说你最近写的那个什么书卖了很多钱啊？没有啊，你们在哪儿听的消息？方圆，你少装了，我们大家可都听说了，你不仅在茶摊上说书，还将书写出来卖给书肆，赚了很多钱，都住上客栈了。就算有，那又怎么样？你娘把你嫁给了我刘家，你挣的每一分钱都是我刘家的，把钱拿出来吧。你说什么玩意儿？让我把钱给你？你做梦呢！哎，儿子，桂枝说的有道理，你一个男的，你留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啊？把钱给桂枝，在城里啊置一处房产，我们一家人也能搬到城里去住，是不是？也方便照顾你啊。照顾？你们还有脸提照顾我？我看你们是想当城里人吧？你怎么跟长辈说话呢？我就这么说话。我告诉你，想当城里人自己去挣，想从我这坑一分钱，做梦吧你！小人，你娘不是那个意思。你看你自己一个人在县里，一个照顾你的人都没有。咱们毕竟是一家人嘛，住在一起也相互有个照应，不是？就是，我不管你们什么意思，我都不懂。让开！哎，方圆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你们干什么？我告诉你们，你可是收了钟小姐的钱，你就不怕钟大人怪罪吗？哼，钟大人，苍兰县整个县衙自顾不暇，他哪有空管你呀？等拿了你的钱，我们大不了搬到荣国去，他钟大人能管到荣国不成？方郎君可是我黎庭书肆的贵人，你们这样粗鲁，要是伤了他，你们这些命可不够赔。误会，大人，都是误会。我是他娘，这是他爹，我们都是他亲人呐。对，大人，我是他妻主，都是自己人。对，自己人，他们真是你的亲人。是不是恐怕你比我都清楚？还给你装着，也不嫌累呀。六亲不认，冷血无情。方郎君，你真是越来越对我胃口了。今日东家前来相救，来日有机会，我必有重谢。谢倒是不必了，要不要我帮你解决掉他们，一劳永逸啊？放心，绝对牵连不到你身上。方圆儿，我是你娘，你可不能这样啊！我是你爹呀，你可不能答应啊！你答应会天理不容啊！对，方圆方少爷，我发誓，我以后再不打扰你了，你就放过我们一马吧，我求你了。方少爷，我们都是跟着刘桂枝来的，我们没想害你，冤枉啊！对，我们都是刘桂枝先后来的，我没想害你，饶了我们吧，方少爷。我们都是听命行事，方少爷就放过我们吧。怎么样啊，方老，
想好了没呢？怎么样啊，方老？想好了没？知道了吧？他们还罪不至死。既然方郎不想要你们的命，那就放你们一马。谢大人，谢大人，谢大人，赶紧滚！是。方郎，你真的打算就这么放过他们？东家，杀了他们很容易，但这人命一旦背上，就放不下来。倒是很少有男子像你活得这般通透。今日多谢东家前来相救。这样，我把梁山伯与祝英台所有收益都给东家，不成敬意。既然方郎君如此有心，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让开！这是方郎还提醒我要注意荣国使团，自己却不认得。这就是荣国使团，这么大阵仗。使团代表国家颜面，自然要声势浩大。哦，东家，近日禁军戒严，在外多有不便，咱们就此别过。你什么情况？出门带刀？写书终究只是权宜之计啊，想要改变地位，还是得获得更大的权力才行。这段时间在黎庭书寺分到的也有2000万两银子，可这户籍又解决不了，我还是无法离开苍兰县，这2000两银子也就发挥不出它的作用。快，封锁城门！你们几个那边，其他人跟我来。回去！外面发生什么事啊？回去！外面发生什么事啊？听说荣国使者被刺杀，死在了驿馆，现在全城都在搜捕刺客。客官，你可注意点，没事啊，千万别出门。驿馆刺杀，终于来。怎么样了？将军，我们已经封锁了城门，并且已经搜查了城中可疑之物，没有任何发现。我知道了，继续查，不要局限在街道和方士，任何可疑的地方都要搜查。是。钟大人，崔将军，已经1夜过去了，你们还未找到凶手，你们是不是给我一个交代啊？袁大人。贵妇使的房间是下官亲自勘察的，目前并未发现任何蛛丝马迹，还请袁大人再多给我们一些时日。时日？钟大人也说了，凶手并未留下任何蛛丝马迹。现在1整夜过去了，你们还未找到，怎么？我再给你些时日，你就能抓到了？使者大人，还请您稍安勿躁。您放心，我们已经封锁了全部城邑。凶手无论如何都不可能逃得出去，找到凶手只是时间问题。我向你保证，7日之内定将凶手缉拿归案，给贵国一个交代。3日，就3日，3日之内必须把凶手交给我，否则本使就要上书陛下，要你们虞国血债血偿。钟大人。崔将军，让他进来吧。钟大人，想要找到刺客，3天的时间，足够了。你是什么人？帮你们解决问题的人呢？你一个男人，还能帮我们解决问题？哎呀，看来你们虞国真是没人了啊！竟然让一个男人出面解决问题，
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不如你们都避入我荣国，最起码我荣国人绝对不会让自己的男人出来抛头露面啊！方圆，这件事可不是小事，你真的能在3天内找到凶手？当然，你放心，我方圆向来说一不二。看不出来，一个小男人倒颇有女子的风度。好，我相信你，只要能抓到刺客，我答应你的任何条件。钟大人，他到底是谁？他是我苍兰县的百姓，目前以说书卖书为生。钟大人，你是说你想让一个说书的，还是一个男人来负责这么大的案子？崔将军，他与其他男子不同，他颇有才学。左右你我如今已经无计可施，何不信他一回？钟大人，这是关乎到国家存亡的大事，你竟如此儿戏，莫不是早已投靠了他国，背叛了朝廷？崔将军，正如钟大人所言，反正你们查了一晚上，不也是一无所获吗？为什么不相信让我试试？相信你？我一营禁军追查了1个晚上都毫无结果，你却说3天就能找到凶手，你莫不是想说我一营禁军还不如你一个人？崔将军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正所谓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，禁军将士虽然勇武，但是这破案一事可并非勇武可为啊。任你巧舌如簧，我也不会同意的。你一个说书的，又是一个男人，你有什么资格参与？内卫的身份如何？内卫的身份如何？上官离，这里的事情还轮不到你们内卫来插手。虞国之内就没有内卫管不了的事。方老，你真能在3日内找到刺客？没错。陛下首日，从即刻起，此案交给内卫全权负责。苍兰县衙与使团内卫需全力配合，不得有误。臣接旨。这副使昨天晚上才死，而京城距苍兰县快马加鞭也至少需要1天，一来一回也至少是2天，而他现在拿到了手谕，只有1种可能。方老，他们不相信你，我相信你。现在来说说看，你要如何找刺客？只要你说，我就一定能办到。上官大人，崔将军，钟大人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儿。几位大人，请坐吧。方圆，虽然我不知道内卫为什么相信你，但是既然答应了荣国使团3日之内破案，你有什么办法就说出来吧，我立马派人去抓人。如果3日之内没有抓到凶手，荣国兴兵问罪起来，我们都承担不起。魏将军，稍安勿躁嘛，别说是3天，就算是3年、30年，我们也不可能找到一个不存在的凶手啊！不存在的凶手？不存在的凶手？莫不是你根本找不到凶手，随便找的托词？稍安勿躁，不妨听他把话说完。我如何能不急？袁慧英要我们3日之内找到凶手，如果找不到，荣国兴兵问罪起来，谁能承担？方郎，你就别卖关子了。东家，我这可不是卖关子。大家想一想，荣国的使者在虞国被杀死，谁会得到好处？一旦荣虞2国交战，自是周围的小国从中获利，得到喘息的机会。那他们既然已经派出了杀手，为什么不直接把袁慧英给杀了，而是要杀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副使？袁慧英在他们国家身居高位，把他杀了，可比杀一个副使有用的多啊！你是说这是荣国人自导自演的一场戏？东家聪慧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我当然知道。你们不是已经勘察过现场，有什么发现？凶手武艺高强，一击毙命，
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钟大人，昨夜可有月光？昨夜无月。哎，那既然无月，他又是怎么做到一击毙命的呢？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哎，这又回到了我们之前的问题上。副使死在了雨谷，对谁最有好处？你有什么话就赶紧说。那我可说了啊，当今天下，荣国强，虞国弱，除了2国以外，还有零零碎碎的一些小国，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。所以啊，他想攻打我们虞国，需要一个理由，而这副使之死，就是他们最好的理由。什么？荣国要攻打我们？当然，他们准备了这一出好戏，就是给自己找个理由嘛。如果不出我所料的话，他们的大军都已经集结好了。不可能！我第一时间下令封锁了城门，这个消息绝对不可能传出去。崔将军，有些消息的传递不需要亲自去拿的。我现在就派人将消息快马传回京城。呀，来不及了！别说是你回去送消息需要多久，就算是皇帝现在在这儿集结大军也来不及了。那怎么办？总不能坐以待毙吧？方郎，你如此沉着，怕是已经想好了应对之策了吧？这应对之策嘛，确实有。不过你们都得听我。不可能！你一个男人还想指挥禁军？那你要听我的，就用我的方法；不听我的就别用。反正我一个平头小老百姓啊，我还是个男的，我保全自己不难。竟敢威胁我！你信不信我现在就住手！崔将军，按他说的做。参见陛下。免礼。别！陛下，梦清，一梦清，大胆，竟敢直呼陛下名讳！无妨。这名字有些熟悉，说你们都叫他殿下，他的本名就出现了1次，难怪我怎么就没有想起来。方圆，你对刚才所说的话有几成把握？如果是分析案情的话，就是10成。如果是面对荣国的大军，5成。5成已经不少。崔瑾、钟毅，你们与内卫一起，全力配合方圆的部署。是。陛下，他只有5成把握，我们是不是？崔将军，你有超过5成把握的方法吗？没有。方圆，事不宜迟，你要他们做什么，尽快安排吧。钟大人，你现在就告诉袁慧英，就说咱们已经抓到了刺客，正在审讯，以此让城门放松警惕。好。你说什么？你们已经抓到了杀人凶手？不错，袁大人请放心，我们已经抓住了刺客，目前正在审讯，待审讯完成就交给贵国处置。好，那本官就先回去了，袁大人好生休息，静候佳音便可。钟大人慢走。他们怎么可能抓得住？小心隔墙有耳！愚蠢！竟然为了平息我荣国的怒火，必然随便找了个替死鬼。你才蠢呢！若是如此，他们干嘛多此一举审讯？直接把人交给我们，或者直接杀了不就行了？这做戏做全套，够了！这可不是推出一个替死鬼这么简单的事儿。既然现在城里已经取消了宵禁，你们就乔装打扮出去好好打探一番。我倒要看看这城里到底有何诡异之处。是。妹子，咱们这是干什么呀？大姐，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大姐，
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看着大车小车的拉了好几天了，还不是城外来了？这不是要打仗了吗？赶紧逃个安全的地方去。咱们走吧。陛下，如何？目前来看，一切如你所想。啊，陛下，哎，你这茶是好喝，我这辈子都没喝过这么好喝的茶。你若是喜欢，日后让上官给你送一些。陛下，恕我直言，我实在是搞不懂，这与攻打荣城有什么关系？方圆，你让禁军假扮百姓，还要带着百姓往城外山中运送物资，又让他们夜里在林中驱赶飞鸟，又让内卫把守入山的通道，朕实在也想不明白，这些对守城究竟有何用？这些对守城没用，因为我就不会守城。不守城？对啊，一座根本守不住的城，你守着干嘛？那你想要干什么？陛下，你听说过空城计吗？空城计？不曾听闻，你说说看。所谓空城计，就是我们假装不设防，让敌方觉得我们城里有埋伏，从而退敌的手段。愿闻其详。陛下，我们虞国的实力远弱于荣国，如果你是荣国的将领，你会如何抵挡对方的进攻呢？实力不及，自然是据城而守。没错，对方的将领也肯定会想到这一点，所以当他们兵临城下的时候，发现城外丝毫不设防，他就一定觉得城内有埋伏。所以你这几天在做的事情，就是为了通过这些使团成员传递出我们并非毫无准备的信号。不仅如此，到时候还得请陛下在城池上焚香抚琴，彻底迷惑对手。不行，陛下乃千金之躯，怎可犯险？这也太冒险了，陛下必须赶紧离开苍兰县，绝不能冒险。这事儿除了陛下，谁也办不了啊！不可能！哎，若是真能退敌，朕当一回鱼饵也无妨。但你倒是说说，为什么非朕不可？那自然是因为陛下的分量重啊，大家都不愿意让你去犯险，那敌方一定也会觉得我们不会让你去犯险的。当陛下出现在城池上的时候，他们就会觉得咱们早有准备。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那打又打不过，只能兵行险招喽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大将军，苍兰县周围的山上都有虞国的暗卫把守，我们无法探得山中的情况。好，先下去吧。所有斥候继续全力侦查。是，大将军，看来虞国人真的在山中埋藏了伏兵。何以见得？根据使团传回来的情报，苍兰县的人现在正在往城外山中运送粮草，夜间山中还有大量的飞鸟惊动，还出动了他们的内卫，防止有人进山，其目的昭然若揭。哼，有埋伏又怎么样？我荣国10万大军，又有耶律大将军统帅，虞国人拿什么跟我们打？狮子搏兔，亦尽全力。万一虞国有其他准备，我们小心些，总归是好的。草里有没有蛇，打一棍就知道。你怎么突然穿成这样？可惜了没胡子，有胡子就更像了。像谁？我怎么不曾记得虞国有大人物穿过这种服饰？这你懂什么呀？我这叫请神上身。且看我一会儿舌战群芳，凭我这一招3寸不烂之舌，喝退10万雄兵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大将军，我没看错的话，城楼上是虞国的皇帝。不错，是的，虞国皇帝虞孟卿，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。他竟然出现在这里，毫无防护，如此天赐良机。大将军，下令进攻吧！末将今日定替大将军生擒虞国皇帝。刘将军稍安勿躁，虞国皇帝做事向来滴水不漏，今天突然出现在此，小心有诈。怕什么？有埋伏又如何？我有10万大军，
还怕他区区埋伏？机会难得，大将军，下令吧！进攻！将军且慢！将军且慢！他出来干什么？他说，要是空城计骗不过耶律红衣，这就是他的后手。后手？恐怕他一开始打的就是这个主意吧？空城计？哼，那就看看他接下来到底要干什么。方圆见过耶律大将军。你们虞国女人是死完了吗？竟然派一个男人出来，还是个残废！啊，谁是残废啊？我这叫范儿。你是何人？救你的人。胡言乱语！再敢胡说八道，本将立马送你上路。大军进齐。你要怎么救我？将军，我有一些话想跟你讲，这些话能救将军的命。反正你们荣国大军如此精锐，应该不在乎这几句话的事情吧？等我抓了你，攻下这座城，再听你说也不迟。哎，将军，等到时候再说就来不及了。大将军，这小子就是在虚张声势、装神弄鬼，企图拖延大军而已，你可千万不能上当啊！鸣金，大将军，带他回营帐，叫。耶律将军果然治军有方，我这一路走来，荣国大军军容严整，兵强马壮，难怪虞国败多胜少啊！哼，那是自然。没想到你一个男子还有这样的远见。耶律将军可是有名的名将，岂是你们虞国那些无名之辈可比的？佩服佩服佩服！我让你来，不是听你来吹捧我的。你说能救我的命，如果你救不了，恐怕你今天也得把命丢在这。耶律将军，有些话只能你自己听。现在可以说了吧？耶律将军，虞国皇帝明显是在以自己为饵，想诱你上钩。如果你要是攻打虞城的话，那一定是围而攻之，伏兵四起，你呀，必死无葬身之地。有没有伏兵，你很清楚。你以为假借使团虚张声势，就能让我上当？我与于梦清并非第一次交手，他的本事我很清楚。他若真想埋伏我，必不会让使团发现任何端倪。你们的行为太可疑，反而成为了你们的破绽。既然将军能识破这空城计，那我剩下的话可就方便说了。空城计倒是个很贴切的名字，不过你还想说什么？将军，你现在是荣国的大将军，掌握全国兵马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表面看上去风光无限，前途无量，实际上你一只脚已经踏入了深渊。如果将军要是领兵攻破了苍兰县，那你另一只脚也将踏入深渊。你此话何意？将军，你想一想，当今天下唯有虞国可以勉强和荣国抗衡，但如果虞国被攻破了，荣国还需要你这个将军吗？你想离间我和陛下的关系？哼，趁你死了这条心，本将不吃这一套。我这可不是挑拨离间，这可是书里面切实发生的事情。将军何不再想一想，你现在官至一品，爵至封侯，若是再加上灭国之功，那陛下会怎么奖赏你？耶律将军，
你可听过一句话？什么话？飞鸟尽，良弓藏；狡兔死，走狗烹。飞鸟尽，良弓藏；狡兔死，走狗烹。是啊，良弓藏，走狗烹。所以啊，这一出空城计，表面上好像是想劝将军退兵，实际上是给你们皇帝看的。将军退兵，余城危机消散，将军也会避免一场灾难，可谓一举两得。我不得不承认，你说动了我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方远。没想到我居然还没你一个男人看得通透。我旁观者清，你当局者迷罢了。好一句旁观者清，苍兰县中有你，也不算空城。方郎君，不知你是否愿意跟我一起回荣国？啊！哦，陛下，荣国军队退了。当真？荣国大军已经把尹往后推了，我们安排了人在一边跟着。好，方圆呢？方郎君正在回来的路上，马上就到。好，上官，好好准备一下，这要隆重的欢迎这方远。是。陛下，草民擅作主张去了荣国，还请陛下治罪。你退敌有功，何罪之有？啊！谢陛下。方远，这次你立下了这么大的功劳，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。陛下，我想，那个什么？你就要了一张户籍？不错，一张户籍就够了。方郎君，这可是陛下亲自赏赐，这么好的机会，你竟然只要了一张户籍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我有了这张户籍，就可以彻底摆脱苍兰县的束缚，从此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。其他东西我都可以自己创造，根本不需要陛下手。你是不是要离开苍兰县了？对啊，去京城，那里是达官显贵的聚集地，遍地都是机会。我只有去了那里，才能一展拳脚。那个周兄和陈兄约了我吃饭，我就不招待你们了。各位小姐，请便。我们之前跟风兄闹了那么大的误会，风兄还愿意赏脸，实在是不胜荣幸。来，我们一起敬风兄一杯。哎，对对对，敬风兄，对，敬风兄，敬你一杯。哎，几位少爷啊，你们邀请我来这个酒楼喝酒，家里都应允了？这本来是不允许的，但我们说是请方兄你吃饭，他们就都允了。哎，吃饭，吃。那如果我走了，你们怎么办啊？风兄要走？没错，也是。风兄乃是人中龙凤，苍兰县毕竟是小地方，待在这儿，着实是委屈你了。啊，几位兄弟，我今日前来呢，一共有2件事。这第一件事就是我要走了，来跟大家道个别。二来呢，我想问问大家，你们就这么嫁为人夫，在人家家一辈子，受人摆布，你们甘心吗？我们不甘心，又有何用？我们不像你，能靠自己进入陛下的法眼。怎么不行啊？你们跟着我干。到了京城，我人生地不熟的，也需要放心的人才行。虽然我们之前闹了点小矛盾，但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。哎，方兄，多谢你看得起我们，但我们真的可以吧？是啊，一旦我们踏出这一步，再也回不了头了。兄弟们，都听我说啊，我们男人一点都不比女人差，凭什么只能
有于后院，蹉跎人生呢？这是不对的，我们得支棱起来啊！可是什么事都自己做，不是很累吗？累怕什么呀？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，比累还可怕。可是你们想想，我们当初为什么会有误会呢？你们都以为仲小姐对我感兴趣，怕影响了你们的联姻。可一旦我们独立自主起来，我们到时候想跟谁成亲就跟谁成亲，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呢？方兄，这种事情实在是太过大逆不道。我们与你不同。好吧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也不强求。道不同，我言尽于此，告辞。方兄，老板，安老板，租辆马车。不好意思，客官，没有马车了。没有啊，这不是有很多马车吗？不好意思，客官，这些马车都被人定下了，我总不能再转租给你，是不是？都被人定了。谁呀？要这么多马车？你跟我谁？你别老跟我使眼神，你说是谁？我去管他要。是我。你们要这么多马车干什么？我们去京城。你们也去京城？对，明年春闱在即，我们几个结伴入京备考。听说方郎君要入京一展宏图，不如我们一起。这就不必了，祝你们考试成功。既然如此，那方郎君自便吧。老板，你里面肯定还有马车，你给我牵出来。你这让我进去了啊！方郎君，方才忘了告诉你了，我们怕误了时辰，就将马车行的所有马车都盘了下来。你若是不与我们同行，恐怕只能自己走着去京城了。哎，小姐，你们既然已经有了这么多马车，那可否允我一辆？我记得呀，方龙君说过，你身为一个男人，一样可以抛头露面，不靠女人，不受制于任何人。怎么，现在一辆马车都要求我们姐妹了？现在一辆马车都要求我们姐妹了？赵小姐，这两件事怎么能同日而语呢？我没有要借马车，我只是想租一辆自己的马车，我更没有要靠你们，更不会受制于你们。这样啊，那就对不起了，我们几个不借给你。你既然不靠我们，那你就自己想办法。诸位小姐，你看你们都已经有马车可坐了，就别刻意为难我了呗。哎，咱这样，今天行个方便，以后我必有重谢。求我们，我们就匀给你，否则就走着入京吧。哎，方兄，方兄，方兄，你们都来了。方兄，我们几个回去又商议了一下，觉得你说的有道理，所以我们几个决定跟着你干。对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听说那几个娘们要拿马车来为难你，我连家里的马车都偷来了。快上车，我们这就去京城。走。姓周的你什么意思啊？姓周的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要跟方兄去京城闯荡一番。一群下贱的男人，闯什么荡啊？现在乖乖跟我回家，我还能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，不然我告诉你们家里。赵小姐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们既然出来了，就没打算回。你就算告诉我家里，我们也绝不回去。你们可想清楚了，今日你们出去了，日后名誉尽损。别说我们不要你们，就连普通人家都看不上你们。呀，这个就不劳烦你们操心了啊！就算没有人要我们自己也可以养活自己啊！感谢今日前来救场，放心，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方兄，上车，停，走，出发！我就说这样不行，他是绝对不会受我们威胁的。别看了，我们也走吧。我倒要看看他们能闯出什么名堂来。方兄，咱们这趟进京城干什么呀？还帮你卖书吗？不，卖书只能我赚钱，我要做的是让大家都能赚钱。不卖书，那我们干什么呀？我们开超市。我们开超市。超市？什么是超市？超市嘛，
就是有你能在市面上买到所有东西的店铺。所有东西？对啊，从桌椅板凳到柴米油盐，从笔墨纸砚到刀斧锯锉，只要市面上有的东西，我们就都卖。方兄，这能行吗？自信点，把你那个妈去掉。放心吧，我已经有非常成熟的想法和经验，我们一定可以成功的。行，咱们既然跟方兄出来了，方兄，你说怎么做，我们就怎么做。对，干！耶律红衣竟然被降爵，这可是个罕见的处罚。荣国宣称耶律红衣是中了我们的空城计，多半是这样。这下我倒是更好奇，方圆到底跟他说了什么，让耶律红衣宁愿冒着被降爵的风险，也愿意撤兵。对了，前几日那位来报说他带了几个男人进京，现下到哪了？按时间推算，应该已经到京城了。东家，外面有人求见，他自称方圆，说是与您相识。说谁谁的？我这的书跟方郎的比起来还差了些。东家，别来无恙。方郎来我这小铺子，可是又有新作。东家，长长眼。方郎的书，我可不敢说长眼二字。《西游记》这书似乎只写了开头，方郎莫不是就想凭这开头空手套白狼？哎，东家，你误会了，这本书的印刷费用都由我来承担，而且东家后续所有收益我分文不取。方郎好算计，抛砖引玉，这书仅凭个开头就如此稀易，到时候我把书卖出去，打开了市场，你到时候再把后续坐地起价，那我这黎庭书肆岂不是任君予取予求？这样吧，我们列个契约，我无偿给黎庭书肆提供这本书，后续所有内容如何？方郎这条件还真是让我无法拒绝。也罢，那就按你说的办。我也想看看你到底想做些什么。谢谢东家，你很快就会知道。方兄，你回来了，怎么样？书肆搞定了吗？那当然，凭我这张3寸不烂之舌，能捉退10万敌军。一个小小的黎庭书肆，岂能在话下？他们同意了，太好了！你们怎么样？怎么都不说话呢？说话！有什么事情跟我说，我解决。方兄，我们这边都不太顺利，我们初来乍到，又是男人，他们不太愿意相信我们，无论是供货的还是牙行，都不愿意和我们合作。无妨，既然这个价格他们不愿意合作，那就提高价格。我就不信有人跟钱过不去。不是方兄，我们现在给的价格已经很高了，如果再提高的话，那就可能亏本了。没事儿，要知道万事开头难，咱们在做的是一件前无古人的事情，一定会有难度的。但是我跟大家保证啊，只要我们这次成功了，咱们现在亏损的所有钱一定会1000倍100倍的还回来。来，的确是个好故事。朕有预感，这本书一定能在京城掀起一股西游浪潮。可臣百思不得其解，这书若按照以前那么卖，定能让他赚得盆满钵满，可他却愿意免费提供给我。既然有钱赚，那你就接着。反正无论怎么看，这笔买卖你都不会吃亏。且看他后续的动作吧。是。荣国最近的情况怎么样？回陛下，自从上次耶律红衣撤兵之后，虽然他回去之后就被降权，但荣公仍旧没有放弃，依然在积极备战，随时都有卷土重来的可能。陛下，
我们上次在苍兰县就是吃了兵力不足的亏，现在我们要不要继续向荣国方向增兵备战？朕何尝不想增兵，可当下无论是财政还是民力，都抽不出更多的力量去增兵了。你先回去吧。是。写书的还不收东西啊！大家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，是不是？我们正在。东家，你可算回来了。这是怎么了？《西游记》实在是太火爆了，这些人都是躲在门口等着买后续的。我说了我们现在没有，他们非不肯走，说无论如何都想要买到。哎，叔四东家回来了啊！东家，你们叔四什么时候上《西游记》的后文呢？就是啊，东家，我们都等了好几天了，就这么点儿，够谁看的呀？赶紧上下一册吧，东家。东家是不是吊着大家胃口想涨价呢？我给双倍，你先卖给我。放心，不差钱。各位，大家稍安勿躁。我知道大家等了很久，但我们叔四的确没有下文。这《西游记》的作者只卖给了我们叔四这么多，我们也很想卖给大家，但确实是没有，还请各位见谅。真的没有了？那赶紧去催啊！是啊，东家，你赶快帮我们催催啊！这书看到一半，哎呀，这心里跟猫挠似的，想赶紧看下一集啊！好，大家放心，我亲自去帮大家催，一定让大家尽快买到下文。今天是看不上了。走吧，走吧，行，走吧，回吧。东家，这《西游记》实在是太火爆了，我跟了你也这么多年，从没见过一本书能卖这么火爆的。这《西游记》如此火爆，他却主动送我，到底想干什么？兄弟们，都准备好了吗？放心吧，方兄，早准备好了。好，那我宣布，咱们家家乐超市正式开业。好，刘兄，看你的。瞧好了，方兄，瞧一瞧，看一看啦，《西游记》续集，保证是你没看过的全新版本。你说什么？《西游记》后续吗？真的是《西游记》后续吗？放心吧，当然是真的了，《西游记》原作者亲自坐镇，还没有假，保质保量啊！各位，完全免费。让我们进去看看呀！里边请，里边请。东家，他们这是……我也不知道。走吧，我们也进去看看。诸位，书中说到，这个孙悟空白日里被菩提祖师训诫之后，夜半三更来到了菩提祖师座前，当当当3声敲门，菩提祖师打开了门，将孙悟空迎了进来。你这时候半夜不睡觉来找我做甚？不错呀，虽然有点紧张，但是这是第一次，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的。方郎君挺会偷懒啊，让陈郎君在这里替你说书，自己却在这里偷闲。东家，你怎么来了？如今你自己也是东家了，再换我东家，怕不是让别人误会这铺子是我的产业。若你不介意，以后换我上官便可。好的，东家。上官。原以为郎君写书时便足以奇思妙想了，不曾想这做生意也是与众不同啊。你不会是因为我把《西游记》后续在这儿讲了，没给你独家首发来找我麻烦的吧？首发？这词倒是形象。这方郎君嘴里总是能说出一些我们都不曾听过的新词。不过，你也太看低我了。这《西游记》本就是一桩占便宜的买卖，左右叔四又不吃亏，我为何要用？那就好。不过我不明白，《西游记》如此火爆，在叔四前还有人花双倍的价格求购，可是郎君却在这里免费说，那如何收益啊？你刚刚进来的时候，看见招牌了吗？家家乐超市。对呀，这是超市，不是书店。我们是卖东西的。这一说书嘛，
只是为了招揽顾客的手段罢了。原来如此，方才进来的时候看到郎君的铺子里物品丰富，什么都卖。是啊，超市嘛，顾名思义，超级市场。我们就是要所有的东西都卖，给顾客一个一站式服务。的确是个不错的想法，不过似乎与说书关系不大呀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走着瞧吧。哎，客官，怎么了？可是对台上说的不满意？不是，讲的挺好，是我家妻主让我去西市买点东西回去，再不去来不及了。客官，这您不必着急，你想要什么，我们这里都有，何必去那么远的西市？你这里还有菜刀卖？客官，当然，跟我去看看。好吧，行，这边。走，带你看看去。客官您瞧，普通菜刀、金刚菜刀、方形宽刃刀、文武刀、桑刀，这些来自王大刀，这些来自千锤坊，这些来自百炼阁，这些来自普通的铁匠铺。您看，您需要哪一种？都不会挑了，要不就这把吧，这把跟我家之前用的一样。多少钱？客官，您看，明码标价，童叟无欺。明码标价？什么？才25万？比王大刀的还便宜啊！那是自然。客官，我们家的超市特点就是丰富实惠。您看，您还需要买些什么？那你家调酒有吗？有，请跟我来。想不到啊，你家什么都还有。怎么样？只要来我们这买过东西的人，以后买东西都会优先考虑我们超市。的确是个天才的想法。要不要入股？入股？怎么入股？我们超市的物资还不够丰富，也不容易打开知名度。你的离庭书寺开遍天下各地，可以把各地的特产都带到我们店来卖，开辟专柜。这京城大多数人都是非富即贵的，消费能力不用担心。到时候收益呢，5分成。好，我回去就安排。91432，这么多，9万文就是90贯，那一个月就是2700贯，一年32400贯。整个周家有没有这么多？这只是咱们第一天，我们超市的知名度还没有打开，等知名度一打开，只会比这更多。什么？比这个更高？当然，未来我打算跟离庭书寺合作，在超市开设专柜，上架更高价值的产品。汪兄，你刚才说这个专柜我们也可以，为什么还要跟离庭书寺合作？不懂了吧？这一点我必须得跟你们说明白。我们虽然能赚很多的钱，但肯定会遭人眼红。在京城那么多达官显贵，随便一个都能给咱压死。这离庭书寺看似与世无争，但是他能在全国都开分店，意味着什么？他背后必定有人呐！我们只要把他拉入伙，他就是我们最大的保障。原来是这样。原来如此。行了，我说到做到，今天的收益我分文不取，你们怎么样？哎呀，拿呀！方兄，超市现在是发展阶段，之前一直是你在出钱，虽然今天我们赚钱，但是我们依然觉得超市的品类不够丰富，所以这些钱我们继续发展超市。没错，对。哎呦，没看出来，还挺有经商头脑。行，那就用这些继续发展超市。不过该给你们的1分都不会少。等到年底，统一给你们分红。好。江南鱼米之乡，蜀地天府之土，这2个地方购买能力最强，适合优先发展。现在京城的超市发展的差不多了，再过一段时间就让他们出去发展。
不好了，不好了，方兄，出大事了！周兄，不要急嘛，有什么事情慢慢说。超市那边来一家捣乱的，说吃了我们超市的胡饼，毒发身亡了。什么？快带我去看看！走！老伴儿啊，你走了，让老头子怎么活呀？老人家，您的心情我们能理解，但咱能不能先起来，有话好好说？杀人偿命有什么好说的？不是，老人家，您妻主到底是不是吃了我们的胡饼中毒身亡，这还不一定呢吧？想赖是吧？啊！他昨天就是吃了你们超市的胡饼才死的，就是你们，就是这些吗？这不是胡闹吗？让！风兄，你来了。你家老头子怎么活呀？风兄，你来了，怎么回事啊？这老人家非说他的妻子吃了我们超市的胡饼中毒了，非要咱们偿命。你就是这个超市里的东家是吧？是啊，怎么了？大家看看啊，评评理，他就是这个超市的黑心奸商来着，就是他开超市卖毒柿子饼，卖毒胡饼，把我老伴给害死了。大家评评理呀！老人家，你话不能这么说呀，这都没调查清楚呢。真的假的？我昨天才在这家买了东西，看着不像真的，而且一个胡饼而已，就算真的有问题，也不至于吃死人吧？怎么说话呢？死者为大不知道，你不过是这黑心奸商的内应吧？我说句公道话啊，这京城这么多家铺子，哪家没出过问题？估计人家东家呀也不是故意的。不过我觉得这男人办事儿就是不靠谱。来的可真快，我这超市刚站稳脚跟，他们就来。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这可是自古的天理。我老伴就是吃了你们的毒胡饼才死的，你必须给我个说法。对呀，东家，给人家个说法，给个说法，快给个说法呀！给他个说法呀！风兄，现在怎么办？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我要把黎平书寺拉入我们了？你现在去到黎平书寺，找到他们的东家，跟他们说清楚这里的情况，就说如果超市关了，他的专柜你开不下去。好，你还想跑？哎，行了，鱼，你要干什么？我是这儿的东家，我都没走，他跑不了。有事跟我说。我跟你说什么呀？杀人偿命，那你偿命啊！老汉，你刚刚说你老伴是吃了我们店的胡饼才毒发身亡的，对吧？对呀。那你有证据吗？如果你没证据的话，那京城里随便死个人都说是我们的责任，那我店还开不开了？没错。你开什么店呢你？像你们这种黑心奸商就得滚出京城！胡搅蛮缠不好使啊！你说我们店里的饼有毒，那我还说是你不想跟他过了，给他毒死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得拿出证据。如果没证据的话，这个就叫诬告。按照律法的话，要杀头的。没证！你少吓唬我！谁说没证据啊？这饼就是证据。我老伴昨天就是吃了你们超市卖的胡饼，中毒身亡了啊！这饼里面有毒，有毒！什么毒啊？这饼居然真的有毒！既然真的是这饼毒死的，这胡饼我看买的人还不少呢。是啊，诸位，稍安勿躁啊！你干嘛？我看看这是不是我们超市卖的饼？还看什么看？这就是你们超市卖的饼，整个京城都没有卖这种饼的。不给看拉倒。那我问你，就算这个是从我们超市买的饼，那你又怎么能确定这个饼买的时候就有毒呢？说呀，回答我！让开！怎么回事？谁报的案？让开！我报案！是超市里面买的胡饼有毒！什么？还有这种事情？天子脚下，朗朗乾坤，竟然还有这种黑心奸商存在，简直罪无可恕！来人，封了这间铺子，将嫌疑人带回京兆府。不行，不能跟他们去京兆府。
这样一旦去了京兆府，就算我日后能脱罪，超氏在民众心中的形象也不可能挽回了。哎，请慢，这位大人，请问您是？本官金玉，京兆府尹。啊，大人，不知我这个超氏犯了何罪呀？何罪？当然是故意杀人。哼，故意杀人，证据呢？证据呢？饼就是证据。你们超市在售出的饼中下了毒，毒死了王老汉的妻主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想狡辩不成？就是，你看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们京兆府就是这么办了，一个毒死的人，一个带毒的饼，这就叫人证物证俱在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那我随便找一个尸体放在你们府门口，我就控告你们，说你们滥用私刑，草菅人命，那岂不是全城的人都人人自危了吗？强词夺理，这里的人都可以证明，这饼就是从你超市所出的。你莫非还想说，是王老汉毒死了他自己的妻主？大人，你和这王老汉是不是旧相识啊？否则你怎么会颠倒黑白，是非不分呢？胡言乱语！本官与这王老汉从不相识。田大人，你刚刚来的第一句话便是谁报的案？怎么回事？这也就说明你只是刚刚接到报案，并不知道案情。而你又说你和王老汉并不相识，那这尸体盖着白布，你是怎么判断出他是谁？这还用问吗？本官听到周围的人议论，自然便知道。好，就算是你从大家口中得知的，那我请问你，这一张饼又能代表什么？这张饼是从你们铺子里买的，而王老汉就是吃了这张饼中毒而亡，必然是你们下了毒，毒死了王老太。好，既然大家都觉得这张饼能代表一切，那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：你的妻主是什么时间买的这张饼，又是什么时间吃的？我老伴儿是申时2颗买的饼，有13颗吃的，刚吃完之后就毒发身亡了。现在你是40，也就是说，你的妻主距离买饼的时候已经过了9个时辰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敢保证，这饼买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，我老伴儿他吃的时候就是什么样子的。哎，要干嘛？哎，哎，你干什么？你走天杀的畜生啊！各位都给家里老人办过丧事吗？当然了，谁家没个红白事儿啊？这跟丧事有什么关系？尸体自死亡开始1个时辰内会逐渐变硬，直到6个时辰才会完全僵硬，直到12个时辰以后，它才会逐渐缓解。是这样吗？不像是吧？谁会注意这个？他说的没错，我姑姑以前在县衙当过仵作，就是这样的。刚刚大家也都看到了，他的尸体并没有变硬，也就是说他已经死亡超过12个时辰。原来是这样。而刚才王老汉却说他买饼的时间是9个时辰以前，是吧？难道说他是在9个时辰前买的饼，又回到了12个时辰前吃的饼，而先吃后买是吗？也许是王老汉记错了，王老太之前只是中毒，并几个时辰才毒发身亡。当然，你对这个不陌生吗？如此固定的尸斑，一定是在6个时辰以后才能形成。眼睛已经变得浑浊，这个更能代表他已经死亡12个时辰以上。大人，你怎么看？懂不懂金牌律师的含金量？用这种小手段就想对付我？你不是仵作，说的话自然不能作数。等到了京兆府，本官自会明察。来人，带走！我看谁。参见陛下，这就是京兆府判案的方式吗？这就是京兆府判案的方式吗？真是让朕大开眼界。
没有证据就随意抓人，京兆尹，你们京兆府办案就是这么办的吗？陛下恕罪，臣不敢。陛下，你怎么亲自来了呢？你让人去找上官，不就是希望朕来吗？啊，我的确是让人去找上官帮忙，但是我没想到您能亲自过来。行了，少贫了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陛下，草民开了一间超市，可能是抢到了别人的生意，别人来教训教训我，也正常。是这样吗？不敢啊，陛下，臣只是秉公办案，绝不敢徇私枉法，请陛下明鉴。去看看。是。陛下，方圆所说，别无二致。金大人有什么想说的吗？陛下，此案疑点重重，臣也只是将人带回京兆府，查明真相，来还人清白。疑点重重，一个死了3个时辰的人，来到超市买了一个饼毒死了自己，如此荒谬的事情，你告诉朕，疑点在何处？你告诉朕，疑点在何处？这京兆府掌握京畿安全，你却如此荒唐。自今日起，革去职务，押入大理寺受审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！陛下，这个老汉他诬告我，按照律法来说，诬告者犯罪，还请陛下严惩他。你自己看着办吧，朕进去看看。亲，大人呐，饶命啊！草民是冤枉的，受人指使的，草民呐，大人你饶命啊！受人指使？受谁指使？哎呀，就是那个东城的和福记的马掌柜。他们为什么要让你这么做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昨天早上醒来的时候，老伴儿就已经没气了，所以我就去街道去准备一些丧事的东西，然后他们就找到我了。我说什么只要我这么做，然后就可以让我女儿去和福记做管事。也就是说，你的妻主的死和我们超市里的服务饼没有一点关系，对吗？对，跟你们这没关系。大人，您大人有大量，饶了我这老汉吧。我老伴还没有入土为安。大人，你就饶了我吧。我再也不去这几个地方买东西了。用这么恶心的手段，肯定东西也不好。对，我以前还常去，跟超市比起来，真是又贵又差。大家刚才也就听到了啊，他是受人指使，故意来破坏我们超市的名誉，目的呢就是让大家心生畏惧，不敢来我这买东西啊！我在此跟大家保证，我们超市卖的所有东西都是保质保量，如果有质量问题，10倍赔付。什么？10倍赔付？东家，你真的能保证10倍赔付吗？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承诺，岂会作假呢？还愣着干嘛？买东西去！好，来里边请，客官里边请。走，得多买点。这超市开业快1个月了，居然还如此火爆，难怪会遇到这种怪事。这倒是他们的惯用手段。陛下，您说的是京城那些达官显贵吧？你倒是聪明，难怪拉朕的那位参与其中，是早就知道自己有这么一天吧？陛下，我只是想找个靠山而已，没想到陛下您亲自来了。朕来的确不是为了这件事，你们的账朕看了，盈利能力堪称恐怖。朕来就是想问问，如果把超市开到全国的每一个州，可行吗？陛下，超市的火爆只是表象啊，并不会一直这样火爆下去。为什么？陛下，超市呢是个细水长流的买卖，之前虞国也没有类似模式的店铺，现在一直都靠我说书来吸引客源，再加上京城的人消费能力都很强等各方面的原因，所以如果把超市开到全国各州县，是很难复制京城这样的成功。说的也有些道理。况且超市的模式不难复制，
之前只是没有人发现，现在大家都发现超市的火爆，也想来分一杯羹。而且，据我所知，现在光京城就有不下10家在筹备开张。看来是朕太心急了。如今虞国欺弱，荣国又虎视眈眈。方圆，你有没有什么办法？陛下，这超市还是可以开的，只要按照我的经营模式，它绝对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买卖。不过没有你现在看到的赚的这么多而已。不行，你看，你的超市需要这么多人，如果在各州县都开起来的话，会需要更多的人力。如今为应对荣国，兵力增无可增，如果不能确保收益的话，这样的投入得不偿失。陛下，您何不与我一样都用男工啊？用男人？对啊，我这超市开起来的时候招的都是男工。哎，你看他们进货、补货，报账什么的，你看没有任何纰漏。陛下，这就足以证明男人也是可以胜任这份工作的。现在很多男人都闲在家里，不从事社会生产。如果陛下能将他们解放出来，那就是一大笔的生产力。可是，男人们都进了超市，岂不是会影响农桑之事？陛下，不是所有超市都可以开到京城这个规模的，一些地方的消费能力是有限的。消费力？对啊，比如一个下县，一个超市就可以满足他们的消费能力，而且一个下县至少有20万人，但是一个超市只需要20人，根本不会出现陛下担心的事情。好，可是这些地方都没有懂超市的人，朕该如何确保这些超市都能够按照你的方式去运作？陛下，这个很简单的，如今的京城超市的员工，你可以下放到每一个州县，而京城的超市只需要留一点种子，再招点新员工，以老带新，很快就能培养出来的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吧。陛下英明，事情就是这个样子。兄弟们，现在到你们自己选择的时候了，你们是想去各州县开拓新天地，还是继续留在京城？方兄，我们能有今天的成绩，都是因为你，所以你怎么安排，我们就怎么做。是啊，方兄。对啊，方兄，我们都听你的。对，都听这样的。兄弟们，你们能这么信任我，我不胜荣幸。但这次真的不一样，之前我就跟你们说过，我们的目的是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。这一次，就到你们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候了。我也不瞒着大家，去了州县，肯定没有留在京城舒服。但是你一旦成功的话，你的地位将不再是普通员工，薪资待遇也是水涨船高。虽然留在京城没有太多的发展，但是它胜在舒适安稳。现在你们想一想，你们到底想要哪种生活？方兄，我想去闯一闯。好，你去江南。方兄，我也觉得我也比较适合出去闯闯。好，你去蜀地。东家，我想留在京城。那你就留在京城。我想去京城。方兄，我可否一试？也让我去试试吧。好，你去新疆。将军，你们先下去吧。将军，陛下今日在朝会上宣布了新的东征计划。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？皇帝的心思谁不知道？他从登基以来啊，就一门心思想吞并虞国，这又不是什么新鲜事。将军，陛下以前都是以您为将，这次却派任了其他的人为将。那又如何？将军，这么多年你为荣国出生入死，南征北战，陛下竟因为一个失误，竟如此对待将军，实在是……好事儿。将军，你现在是荣国的大将军，表面看上去风光无限，前途无量，实际上你一只脚已经踏入了深渊。如果将军要是领兵攻破了苍兰县，那你另一只脚
也将踏入深渊。哎，别想那么多了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啊！是。哎，这明前的龙井是好喝，还是你们内卫会享受。方郎，那你可就错了，这种好东西我们内卫可享受不到，是陛下看你的超市在各州县的收益都不错，特意赏给你。啊，这么回事啊！谢谢陛下，谢谢。谢就不必了。朕来就是想问问你，还有没有别的赚钱的法子？你看，我就说嘛，50钱1顷，非奸即盗。你呢，毕竟是个男人，在外行走多有不便，这种事情呢，还是交给我们女人来做。你只需要想个法子出来，其他什么都不用做，就有源源不断的生意，何乐而不为呢？陛下，这赚钱这种事儿不能一口吃成个胖子，你得慢慢吃。我们也想慢慢吃，但荣国不给我们这个机会。荣国，耶律洪一不是已经复刑了吗？荣国又不止他一个大将军。根据耶律洪一的消息，荣国的皇帝已经任命了新的大将军，预计秋收之后就会正式派兵。耶律洪一的消息？是他主动递来的消息，让我们早做准备。说是要感谢你。你们想什么呢？我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啊！你又不是我朝堂中人，就算有关系，又如何？于荣两国亦多有通婚来往。你不用害怕，朕来就是虚心求教。还真是睡着就有人送枕头。我正朝着没有时机向皇帝提高男人地位的事情，这荣国的皇帝就把机会送上来了。陛下，这不是我不帮，是我实在无能为力。咱们荣国就那么点人，我总不能把一个人掰开2个用啊！一点办法都没有吗？这办法嘛，哎呀，就是不太好实现。你真的有办法？没错，我虽然不能把一个人掰成2个人用，但是咱们虞国本来就很多人啊。很多人？在哪儿？上官，你看，陛下就是比你聪明多了，活该他当陛下。你是说男人？男人怎么能上战场呢？男人怎么了？你们之前还说男人开不了超市呢，现在的超市是不是开遍了整个虞国？再说，这男人在战场上就是比女人有优势。优势？没错，尤其是在冷兵器时代，女人是比不过男人的。说说看。那我可就直说了，但说无妨。你们女人每个月不都有那么几天吗？就那个。现在这医疗环境这么差，战场环境那么恶劣，那女人非常有可能就在战场上感染，造成非战斗性死亡。真没想到方郎对女人的事情还如此清楚。哎呀，这只是其一，那其二，男人比女人更身强力壮，爆发力更强，适合拿长兵器。正所谓一寸长，一寸强。是这样吗？这你可就错了。虽然你们男人长得是比我们女人高些，但论力量，还是我们女人更强些。那是你们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培养女人身上了，男人就负责你活着就行，你能生儿育女就行。你这么培养出来的男人当然没有力量了。算了，咱们在这争论也争论不出来什么。正所谓实践出真理嘛。陛下，你就让我试试。是，怎么试？陛下，您是说他要训练一群男人，然后还要和我的禁军比试？对，陛下，我既未担任拱卫京师的要务，恐怕没有闲情雅致和他瞎胡闹。崔将军，什么叫瞎胡闹？这事儿有关虞国的生死存亡，还请崔将军到时候全力以赴啊！
你自己瞎胡闹就算了，竟然还敢迷惑陛下，真是气死！薛将军，你别激动，我从来没有迷惑陛下，是陛下主动问的我。陛下，这实在是太荒谬了，自古以来就没有男人从军的先例。正是因为从来都没有，所以我们才要做。可是陛下，崔将军，现在的情况你也清楚，荣国兵多将广，我们于国不及。如果我们不另辟蹊径的话，岂不是只能坐以待毙？一切听陛下安排。方圆，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。这3个月，我会让所有人都听你安排。我只要最终结果。虽然很不想相信，但我还是无比希望你说的都是真的。陛下，这事交给我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一定是不会让你失望的。至于要求嘛，我只要几个营帐和一片空地就行。你不需要人？你不需要人吗？要，但我不要别人啊。现在各州县的超市都已经步入正轨了，你这样把当时外派出去的老员工给我调回来就行。什么？你就用你那个超市里的员工？对啊，我要他们就够了。你是在侮辱我们禁军吗？你想用一群从来没有接受过训练的百姓来挑战我们禁军？那不是直接比试啊，是训练3个月以后再比试。那又有何区别？我们禁军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百战老兵，你想用一群男人，而且只训练3个月就想赢过我们？好了，崔琦，一切都按他所说操办。是。方圆，朕就交给你了。请陛下放心。各位兄弟，听说在州县过得都很好。这次我给大家从州县召回来，有没有什么怨言？冯兄，您这是哪儿的话呀？我们能有今天，全靠了你啊！是没错呀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。好，那我也不卖关子了。这次我给大家争取了一个难得的机会。大家看一看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教场啊！你们还记不记得我跟大家说过，人与组织的关系永远都是靠实力的。我们已经通过超市证明了我们赚钱的实力，可这还不够，我们还需要证明我们在军事上也是不如小觑的。冯兄，这怎么证明啊？难道让我们去3军？可人家不要我们男人。对啊，浩兄，东家，以前我也想过也去军营混口饭吃，可是人家一看我是个男的，就叫我滚出去。大家不要急嘛，这个就是陛下答应我的，他给了我3个月时间，让我训练一批男兵，3个月以后出战禁军。什么？跟禁军对打？大家不要慌嘛，相信我，我可以开超市来带大家赚钱，就可以带大家击败禁军。不是方兄，那可是禁军，我们这些男人，能行吗？禁军怎么了？禁军不也是人吗？不也是2个肩膀1个脑袋吗？陛下跟我们承诺了，只要我们这次赢了，他会考虑组建男兵队，到时候我们男人也可以上阵杀敌，建功立业。这个好，方总，咱们真能从军杀敌？当然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们？方兄，那禁军可都是女人，而且是军中精锐，咱们就训练3个月，真能打过他们吗？放心吧，我自有办法。你们要相信我，更要相信你们自己。将军，人选的怎么样了？回将军，他们听说是和男人比试，都不太愿意。那就抽签，抽到谁就是谁。也不知道陛下是怎么想的，居然任由那个方圆在这里瞎胡闹。虽然我承认他的那个什么超市确实很赚钱，不过是些商贾之术，又怎可跟军国大事相提并论？对了，他们现在怎么样了？在干什么？将军，他们从昨天入营以来就一直在挖坑和砍树，好像是在修什么死百米障碍。死百米障碍是什么？这我们也不太清楚。继续盯着，我倒要看看3个月内
他如何训练一支男人的军队来对抗我禁军？是。敢挑战禁军，还真是自不必。风兄，训练场按照你的要求已经搭建好了。哎呦，这么快，兄弟们真给力！哎，对了，你识字，这上面也有图，你就拿着这个带他们练。美制步兵操典。风兄，这步兵操典我明白什么意思，美制是什么意思？忙昏头了走，这要把火器部分给改，居然把名字都忘改，这可是宝贝。当事人因为倒卖这个玩意儿，在那蹲了一辈子，连我这个金牌律师都没办法给捞出来。哎，这你就别管了，你就按那个练就完事儿了。好，我带着他们练。那你呢？我去给你们准备趁手的装备啊，你就先带着他们练，等我忙完了，我再带你练。啊，是。好，风兄，停止训练，集合。陈兄，你练得不错呀。我只是照本宣科，多亏了风兄那本操典秘籍。陈兄，你就别谦虚，你都练了这么长时间，这样，你挑选10个人，我带走，亲自训练。啊？风兄，咱们这么多兄弟，就选10个人。哎，那把你也加上11个，挑人。是。我也去。风兄，这就是这段时间我认为表现最好的10个人。那这10个人都由我带走亲自训练，你们有没有不服的呀？既然没人说的话，那我就告诉你，他们将享受最精良的武器、最先进的战术、最丰盛的美食，还有最高的军饷。最后，他们也会代表我们去跟那些目中无人的禁军对战。你们还有不服吗？报告，我不服。哎呦，很好，你不服谁？过来，出列。我早就告诉过你们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实力才是最重要的。既然有人不服了，那就练练吧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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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漂亮！叫什么名字？东家，小人叫叛女。好，你代替胡来的位置，加入我们。谢谢东家。你们还有人不服吗？你们还有人不服吗？我不服，我也不服，我也不服，还有我，都不服。那不服的话，那就都练嘛！上！没想到，他不仅会练兵，还会写兵书。是啊，那个叫陈胜女的，明显没有经历过行武，却靠着一本步兵操典，便能把那群男人训练得有模有样。那个什么步兵操典，真有这么神奇？依现在的效果来看，确实要比我们的练兵之法高效得多。练兵首练气，2练力，3练技。这1个月以来，至少那群男人的精气神，以我们内卫的标准来看，已经完全不输给禁军了。说文采和从商，
可以是天赋异禀，可这练兵之法也有天赋之说吗？莫非他真如那些老东西所说，是什么妖孽？陛下，这些年我们内卫也调查过不少妖孽鬼怪之说，可到最后都是人在作祟，可见这些妖孽鬼怪之说都是无稽之谈，不可为信，还请陛下明鉴。朕就是觉得太不可思议了，一个从来没有读过书的，突然之间性情大变不说，还能通晓万物，这实在是不符合常理呀。陛下，上古先贤们有顿悟一说，或许他就是这万中无一的幸运儿呢。你说的也有些道理。你们还有不服的吗？哇！这些都是你们。没被选中的人也不用灰心，继续留在这里训练。这1个月，每过7天，我会给你们一个挑战他们的机会。如果赢了，你们还是可以替代他。直到1个月过后，我们选出了最出色的，代表大家去挑战禁军。你说什么？他们中已经有人能举起100级的师祖，你们确定没有看错？你们确定没有看错？将军，我们当中很多姐妹都看到了，不可能看错的。而且他们当中最强的11人已经被方大人带走了。100斤，军中将士多数人也才只能举起100斤，没想到他们才训练1个月就能轻易举起。这个方圆确实有点本事。不过在战场上，可不是光有力气就行。崔瑾、方圆他们就11个人，你们准备了多少人？回陛下，既是比试，自然以公平为先。我们禁军也选出11名将士进行比试。好，方圆他们呢？陛下，方圆带着一群男人，竟让您和众朝臣在此等候，实在是无礼。看来太傅是年纪大了，都怪朕经验浅薄，一直耽误了太傅颐养天年啊！陛下，臣绝无此意。陛下，方圆说他们去将木质的兵刃染上颜料，这样避免伤人的同时又能看清楚战况，所以耽误了一些时间。不错，他想的的确周到。来了来了！陛下，男兵到了。看起来确实不错，不过究竟能不能上阵杀敌，还是要等比过之后才知道。陛下，快下令吧！崔将军，开始。起阵，弓箭手准备，开弓！开弓！放箭！给我冲！陛下，如果这个是真实的战场的话，那些树枝都会换成狼血，禁军身上的这些墨点，也就是敌军身上的血点。包围！散开！这怎么可能？陛下，如何？崔将军，你怎么看？陛下，臣不服。你的禁军全军覆没，而方圆的男兵毫发无伤，你如何不服？陛下，此阵法精妙无比，臣以为他虽然赢了，却是赢在这阵法之力。如果此阵法被我禁军习得，定能胜过他们。他们所使用的阵法的确精妙，若无此阵法，恐怕还真不一定能战胜这些禁军将士。方圆，你说呢？陛下，咱们练兵是为了打仗，而不是比试。无论我们是靠着武器的锋利啊，还是阵法精妙，都改变不了他们输了的事实。今天只是一场比试，所以崔将军还能在这叫冤。如果是真正的战场，
对方根本没有再来一次的机会。陛下，只是侥幸赢了一次比试而已，而方圆却自吹自擂，妄自尊大。一个小男人也敢妄议朝政，简直不知天高地厚。太傅，你若觉得他们赢下这场比试只是侥幸，不如你替崔将军指挥一场。这有何难？陛下，这阵法看似精妙，毫无破绽，实际上漏洞百出。这阵法看似精妙，毫无破绽，实际上漏洞百出。这阵法面对步兵尚可若是面对同样工整的大军军阵，或者是说骑兵冲锋，亦可被轻松碾压。哎呦，不愧是太傅，一眼就能看出我这个鸳鸯阵有不足之处。我这个鸳鸯阵的确无法面对骑兵，不过太傅怎么能确定我只会这一套阵法呢？方圆，你还会别的阵法？略懂一二吧。你懂别的阵法又如何？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阵法终究是小道。太傅认为军阵乃是小道，那不是对抗荣国，何为大道？传旨，自今日起，全军各营招募组建男兵队。陛下，不可啊！此举有违祖宗之法，断不可为。陛下，太傅所言甚是，还请陛下收回成命。还请陛下收回成命。朕意已决，太傅不必再劝了。风兄，你叫我们来有什么吩咐？现在各州县的超市生意已经走向正轨，接下来咱们研究研究下一步怎么走啊！方兄，你还有生意啊？当然，我还想做金店。陛下，你们先出去。是。陛下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范郎，你是不是有一本名为《步兵操典》的兵书？对啊。那可否借给我们？你们不是看过了吗？可是我们按照上面的方法操练，效果并不如你。陛下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，这可能不是操练方法的问题，不是训练方法的问题，那是什么问题？是心气儿的问题啊！陛下，虽然你已经下令创建了男兵团，但是你们的军工机制不够完善，这可是卖命的事儿啊！陛下如果不做出承诺，自然是没有心气儿啊！你的意思是，要给他们技工封爵？解放男性，迫在眉睫。这件事，朝中上下是不会同意的。千百年来的传统不是那么容易被撼动。那陛下，你想不想被撼动？陛下，我知道你们女人是怎么想的。这男人已经被压迫了千百年，如果男人士起，那必然会影响到你们的权力和地位。到时候，男人都出去打工，甚至考取功名，建功立业。那你们还上哪儿去找免费的操劳家务、相妻教子的夫君呢？到时候如果大批女子都找不到夫君，那天下必然动乱。你们是不是这么想的？朕并无此想法。陛下的目标是守护于国，创建一个太平盛世。你的眼界和格局自然是与常人不同的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这太平盛世究竟是什么呢？陛下，草民以为的太平盛世是男女不分贵贱，同工同酬，所有人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。男人也可以出去打工，女人也可以留在家里照顾子女，没有嫁娶观念，相爱的两个人就是可以在一起的。到时候所有人各展所长，共同为虞国的繁荣安定添砖加瓦。陛下，这是草民认为的真正的太平盛世。朕明白了。陛下，荣国20万大军逼近边境，边境告急。方圆，朕会即刻宣旨，训练男兵的事情就交给你。陛下圣明。